说你们会不会感觉安卓和 iOS 看似两个生态，但总是不知不觉就互相看齐了？隔壁有灵动岛，那我们有原子岛，有流体云，还有灵动额头。如果有最近在选手机的小伙伴，可能会注意到实况照片已经是安卓厂商准备拿下的下一个阵地了。就连华为也在今年整了个小活。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iPhone 的实况照片，今年的旗舰学到了几成？体验有机会超过苹果吗？说啊，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里面的实况照片，有的抖得不行，有的又贼稳。其实这里藏了几台不同手机拍出来的实况照片。在仔细体验这些手机的实况照片之前，我也觉得 iPhone 的实况照片有啥稀奇的？处理器够强，随便做。但看到现状，好吧，还是有很多意外的思考。举个例子，你可以去试一下举起手机拍一张照片，仔细看你就会发现，朝地板的画面没了。不管是抓拍前掏出来的那一下，还是拍完放下去的那一下 ，iPhone 都会自动去掉。这个观感上的差异其实巨大。你看一看这一段的实况，我稍稍后期一下，来点防抖，再去掉点无效帧，稍微挠一下就上来了。这还是成像和浏览的区别。等你真金白银买到手机一看，不同手机玩实况的体验还有很多想不到的问题。你看我在 vivo 发照片的时候，它原先是一个实况照片，然后它在这个相册里面就会显示成一张图片加一段视频。如果是小红书这种支持发布 Live Photo 的这种软件呢，它也会显示成一张动态的照片，然后再加一个视频。其他这些手机呢，它就是正常这样，就是一张实况照片。微信这里呢，它也不会显示成一张图片加一个视频这样子，它就是一张静态图了。你们的手机平时会不会打开实况呢？会因为什么不打开实况照片呢？像我的话，我最担心的就是打开了之后会影响成片的画质，还吃我的空间。我就把我这几台手机架在脚架上面，不动机位，测试了一下它们开关前后的区别，结果就是没区别。最惊喜的是，各家的这种很需要 HDR 的场景也能保持效果统一。如果画质没有影响，谁会拒绝相册里面都是能动的照片呢？毕竟这个是时间回溯魔法呀，能够拍到在按下快门前呢。更别说在华为上，你还可以把它们设置成会动的壁纸，人狗可爱捏。哦对，照片的大小也有影响，我就很纠结，一张实况照片到底会比一张普通照片大多少？咱们还是三脚架固定，还是在公园里面？我又测试了一轮，各家的实况对比静态图，体积会变大2倍左右。有个例外，小米照片的体积控制的还不错，华为的实况平时用的时候2500万像素加高解析力8点满，体积稳定的大，甚至我能找出来几张30-40兆的动图。这么看的话，过分点拉满来算，在 Mate 70 Pro 加上一张实况能够用掉7分多钱的存储，就离谱。我知道这里有人要夸苹果了。如果我把 iPhone 的实况图加进来比较，这2400万像素的体积，妥妥外星科技啊！真的是这样吗？首先，我们来看一张 iPhone 里面的照片，你看它的大小是1.9 MB， 但是呢，它是一张实况照片，但是这个体积它真的合理吗？当然不是哦。我现在把它给导出到电脑上面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照片，你看一下它这里的大小是不是多少呢？也是1.9 MB， 那肯定是原图对吧？那这个时候呢，我再把这个给导回，然后现在这张照片就导回来了，也是1.9 M， 但是呢，它就没有实况啊，这根本就不是动图了。那回到一开始这张图片，我们呢把它选择原格式给同步过来，你就会发现这个桌面上面多了2个东西，一个还是这张照片，这时候实况里面的压缩视频才会现出原形，这个图片还是1.9 M 的，这个视频呢有6 M， 原来 iPhone 相册里面显示的大小是给我看着玩的呢。如果其他手机脸皮够厚，完全也可以选 iPhone 这样，只显示个图片部分的大小，视频的部分不显示，这样就有人夸你很能压缩了。玩笑归玩笑 ，iPhone 还是做到了一些东西的。微信发图的时候可以把更小的静态图直接发出去，不然这么大的图有的好等了。聊到这里，我还想要分开来讲一讲各家的体验。OPPO 是真的想了很多，效果也做得最细，美颜、滤镜都可以套在视频里是基操了。关键他们有很多独一号的体验，比如它的 Live Photo 有非常不错的电子防抖，这是除了 iPhone 唯一的一个。边走边拍的实况会稳定很多，长焦更是可用和不可用的区别，而且它还会给视频补帧，这效果你们觉得区别大吗？
相册里面预览的时候还会微微放大衔接，和苹果一样，它也会去掉变化过大的画面。这些优点组装在一起，是除了 iPhone 以外唯一能做到这种体验的。甚至生态打通的也很不错，小红书的 Live 图保存下来也是 Live。甚至它跟 iPhone 还可以互相传 Live， 就是会有一点压缩。小米的实况照片确实也没有想到，它的老机型就已经支持的不错了，3代前的12SU 都支持，而且不会转圈圈，15默认的就是所有焦段都能用。这一点 OV 还需要在设置里面关掉一些功能才能实现，但因为不支持防抖，动态图也没有水印显示，也不会裁切前后帧，所以 Live 跳变的感觉是所有手机里面比较明显的。但是后期这边小米扳回一城，它后期编辑的入口非常的简单，一步点进去就可以开始编辑，可以直接在这里编辑声音、正放、倒放，最后导出成视频或者是 GIF。vivo 呢还是那个熟悉的 vivo， 就跟 Orange OS 一样，好玩的功能先给你加上，后面还能再继续优化。比如说他们在上一代就已经支持了，在独立的抓拍模式里面拍实况，前期掉 OTA 之后，也可以像 OPPO 那样和 iPhone 互传 Live 图了。虽然 Live 的视频本身也没有防抖，但他们给动图的相框做了一个很不灵不灵的动画。然后我刚才发现一个好玩的 ，vivo 的这个实况照片的这个效果预览呢，它貌似是直接渲染成视频的。比如说我现在改一下这个封面帧，你发现这泡泡也是跟着在动的。所以说如果我现在把这一帧选出来当做新的封面帧的话，你看重新设的这一张，这个水印还是有气泡的。就因为有这个水印，再加上播放的时候不会变位置，就不会有很明显闪一下的效果。比起 OPPO、vivo 更适合浏览机会比较固定的实况照片，感觉会非常的沉浸。华为拍实况的体验是让我最没有想到的，因为现在原生鸿蒙还在持续进化，所以两边系统还会有一些小区别，所以我就一起聊聊它们的特点，希望可以赶快把两边的优点整合在一起。华为的实况照片其实是很有特色的，因为选择了类似 iPhone 的那一套体系，比如相册里面可以这样长按预览。点进去之后呢，也能快速开关，还可以编辑一些有趣的玩法。而且更离谱的是，华为把功能之间相互做到了不冲突，2500万像素也可以和实况同开，这也是 iPhone 以外唯一一个，那解析力是真的夸张啊！那除了一样的，它还有一些苹果都没有的 AI 增强和动图不冲突，增强完之后图片也还是可以播放的。而且就算实况照片修改封面帧之后 ，AI HDR 也可以补上 HDR 的效果。你看，左边是真的 HDR， 右边是算出来的 HDR， 你觉得区别大吗？你看啊，这么看下来，各家的实况基础体验都已经做得各有所长了，是吧？超广角、广角、长焦几个不同的焦段开起来也都支持，但遥遥领先还不能这么早喊，毕竟 iPhone 坚持了这么久，还是有很多细节可以借鉴的。iPhone 上面连续拍的几张图片 ，Live Photo 是可以连续播放的，一直按住就会一张一张连续的播下去。甚至更离谱的是，如果你选中连续拍的几张图片，还可以导出一段连贯的视频，这一点 Only Apple can do。而且观察仔细的话 ，iPhone 在播放实况照片的时候，播放的区域是完全不变的，最后的感觉就是很回忆。对比起来，其他各家就有点像是粘贴了一段视频，只有 OPPO 算是 get 到了一些 iPhone 的精髓，但位置还是变了一点点。虽然现在还有些地方可以继续看齐 iPhone， 但国产旗舰有些活儿可是 iPhone 弄也弄不成的。像前面提到的华为的 AI HDR， 如果能够加在视频上，让动态的照片也能 HDR 显示，那实况照片动和静之间的割裂感也会弱上不少。最近这个 OPPO 上面收到一个超级好用的 OTA， 我们去修改一下这张实况照片的封面。然后呢，这个修改完封面的照片，它还会重新去算出这个 HDR。我猜它应该是把那个封面照片的原始亮度信息给用上了，所以你看这里就会更加有层次一些。它这一个就跟之前华为那种完全 AI 的就不太一样，它不是那种全局的提亮。华为这个你看一下哈，它这个 HDR 出来的照片呢，就会比这一个的亮部和暗部对比起来更有层次。这两张我都有点分不清哪一个才是原始的封面帧了。再比如各家后期的 AI 超分辨率，如果用在选出来的新封面帧上，那肯定很爽。看一下之后哪一家可以第一个安排上。现在看来，不管是从体验切入的小米，打通互传的 OPPO， 还是该做的都做，挑不出大毛病的 vivo， 很有想法的华为，大家的 Live Photo 已经有了一些自己的洞察。如果能够相互勾兑一下各自的能力，连 iPhone 用户都会羡慕吧。比起那些拉参数对比的赛博斗蛐蛐，这些戳人的小功能其实也非常的重要。换句话说 ，iPhone 的壁垒不只是软硬结合的能力，还有对产品每个细节的挖掘，以及产品代际之间的延续性。做好一台手机之后，下一步就是把这些细节完整的移植到
到下一台手机里面，持续不断的形成更高的城墙，这才有希望做出一台遥遥领先的旗舰。OK，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。如果这期视频还有点意思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3连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我是 Teddy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